村里当时有很多传言，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发烧发热，不生小孩，村人口在下降。坊间有一个传闻，就是说有一个男人出轨了，为了和情人在一起，想把妻子休了，结果妻子当天晚上就穿着这个红裙子自杀。所以呢，就觉得这个里面有传言，我们可能就要开始进一步的这个行动了。我们可以先去看智慧泉。那我们先去后山吧。哦，我看到了，那里。这里有红色的石头，这土壤也取一点吧。我戴手套准备取样啊。有个红色的绳子，想要它的 DNA。猪肉毒物分析呗。没有井水的成分。阴性。肉店老板家的有阴性的，阴性的，但是都是阴性的。我有，但是没有异常，正常的，是阴性的。哎呀，弄得我头疼 ，why？ 这到底是什么？这个事情从开始到揭穿整个这个谜底，花了整整20年。好，各位为大家来公布一下不孕不育之谜的真相。那现在要给大家看一看他们当年做的这些标本。很绝望，很绝望。那是我经常的表现。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曲姐，曲姐，曲姐，老徐啊，走啊！我给大家做了早餐，下来吃吧。就今天我就出来的时候就看见阿姨在打扫院子。哎，刘头，哎，早上好啊，刘头。早上好。刘头，我们去吃早餐呗。你做的早餐吗？对呀。做的什么东西啊？贵州肉干面还有干拌面。贵州的到我们这做热干面，我们吃。对，我也是第一次做。啊？这边我给大家放了那个酱油，但是那个葱要看有的吃还是不吃。哇，真是又惊又喜。一呢，我就是挺惊，就是他为什么起这么早；二呢，就是很惊，就是吃了一碗，感觉还不错。我这个，宽的那个面，我觉得还挺好吃的，那个料挺好吃的。带汤这个，然后呢，没想到是晴晴把我们叫起床。啊，更没想到是她给我们做的早饭，然后感觉晴晴就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孩子吧，而且她做的面挺好吃的。
下来，早上吃啥不喊我？呀，周老师，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听他的声音很恐怖。周老师来吃吃啥好东西啊？我听了别的声音，我倒是很感兴趣，对他就是不感兴趣。周老师早上好。在擀面。来呀！像晴天早上在介绍农户的加的武汉热干面，还有拌面。我们到外面去吧。啊，外面去吃，到外面去吃。崽子，哇，腊肉、腊鱼，嘿，还有乌龟。来，坐着吃。来，阿姨，你的面条在桌上，我先出去啦。不用管我。好。你建议你开个餐馆吧，开个面馆也可以啊。好，谢谢。可以吧？这面馆名字叫晴晴面馆。好，经过昨天的这个侦查，翠花的死因是搞清楚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村子里面还有一些怪的现象，还是个谜，没有搞清楚。比如说这个为什么那么多人发烧发热，村里人口在下降，然后很多传言啊，到底是中毒啊，还是环境的问题，还是遗传上面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没解决。那么在当年呢，法医启动了一系列的调查，还有公安的都介入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就取得了询问笔录，一会儿我会给助理团。队长。然后我们的这个实习生呢，就是一会儿你们要去跟他们按照那个分的组去对接，然后根据这些线索，在90分钟之内，按照这个上面的一些这个线路去提取相应的物证。然后呢，这中间有一个竞争的关系，两组的人马开始进入状态。90分钟以后我们再见。好的，收到。先确认一下地址。我们现在在哪呢？我们现在在这儿吧？对，我们在小广场。对，往前走大宝家，大宝家中间一个岔路有智慧泉，我们可以先去看智慧泉。那我们先去后山吧。那我们就出发了，走吧。在20年前，村子里面发生了一场疾病，像是传染病一样。至今20年过去了，都没有孩子。从那之后，就开始月经不调，而且近几年，总感觉四肢发软，浑身没劲儿。去医院查了一下，医生说是血钾低。然后想起来了，之前听村里的老人说，这个村子之前是坟场。我觉得肯定是因为这个村子阴气太重，然后20年来家家户户都生不出孩子，然后就算好不容易像翠花一样怀了孩子，也是这样的一个下场。然后为了给村里人看病呢，我经常会后山去转一转。后山有棵树，上面常年挂着一个已经破烂的红布条，附近会有朱砂石。然后呢，朱砂石内用清热毒，外用治疗脓肿，但是药3分毒，我会用得很谨慎。这几年，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村里的智慧泉的水质问题。上游的镇上开了几家工厂，一些工业废水流进了泉水的这条暗河。有一回，村民拿着城里医院的病历来找我说，上面写着格林巴利综合症。说让我看看怎么回事。他说每到夏天秋天情绪就不好，总想上厕所，而且有一回切菜切到手完全感觉不到疼，问我怎么回事。我呢头一次听说这个病，我说需要琢磨琢磨。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时不时就感觉疲劳乏力，还不出汗，但我翻遍《本草纲目》呢，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吃的菜是自家种的菜，买的米是村里面人卖的米，用的水是智慧泉的水。当地的这个油，大多数是用棉花的籽儿榨的油。我亲眼看见肉店老板娘不洗手就摸猪肉，还把餐馆里馊掉的饭菜收回来给猪吃。我坚定地认为他们家猪肉是有问题的。坊间有一个传闻，就是说有一个男人出轨了，为了和情人在一起，想把妻子休了，结果妻子当晚。所以后山的现场环境是一个红布吊着以及朱砂石，
是吗？是的。我们该往哪边走呢？对，那里已经看到那根红丝带。哪红丝带？哦，我看到了，看到了那里。坊间有一个传闻，就是说有一个男人出轨了，为了和情人在一起，想把妻子休了。那个妻子是在后山自杀的。树上有一个破烂的红布，那应该就是那个。先踩吧，我等下我拿下箱子。好。可是我连红色石头没看见。找一找嘛。你先整理吧，我去找一下。他这个第一现场要拍吗？就把那根树枝上面的红绳，还有这个鞋子都拍到，对吧？对。好的，没问题。哎，这里有红色的石头，可能是这两个，取吧。你取吧，就整个拿走，因为有2块，整个拿走就行了。这土壤也取一点吧。嗯。走吧，那边没有东西。走啦，我们走啦。我们得加快脚步啦。对，确实，我们只有90分钟。都快90分钟。婷婷，把那个箱子给我们呗，我来。好，谢谢。咱俩1人15分钟，好不好？好。哇。哇，这应该就是智慧泉了吧？这几年，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村里的智慧泉的水质问题。上游的镇上开了几家工厂，一些工业废水流进了泉水的这条暗河。我戴手套准备取样啊。我来。我打起来吗？要继续打吗？是。嗯。你取到了吗？取到了。啊，拍照。主要智慧泉是我们一开始说喝的水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地方嘛。对。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其他可以观测到的地方不同，对不对？先把水的问题看清楚。这个水要不要取一个水样？啊？这水样要不要取？那得取。你戴手套了吗？我来。嗯，你不能从这儿，你从这儿。我下来。啊。或者你从那儿吧，你从那儿吧。不用，这里就可以。智慧泉它所接的是地下暗河，然后这个是地上湖泊。嗯，这两个水源你要小心啊。这两个应该要区分一下。没关系，没关系。没人。我们往后山走了吧？村长他取回家的那个石块，我去后山看看吧。对，那个肯定在后山。从哪里开始算？没有，你上到后山肯定能找到一个挂着破旧红布的树。对。哦，在这儿。来，我拍张拍照。然后我找红色石头。拍照吧。我找到了，红色石头。去下一个地方。出发。走。智慧泉，我觉得这个泉水很关键。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里所有的肉类，然后棉花、作物、油的来源，就是都跟这个水密切相关。你取物证，你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是，对，就任何可疑的都得取。现在就跟我们思考方案，我们没举嘛，我们就把所有东西全部没举出来。对。我个人觉得现在的问题，它不是有一个人的单独行为、单一行为促使了这一切的东西。我一直想的一定是一个大环境上面的因素。这是我的想法。大宝家，然后是村长家、肉店老板家都挨着。哦。我们再找一下大宝家里面喝的、吃的、用的。棉花弄一个小袋袋装吧。可以。是吧？油可以弄一点，这应该是自己榨的。
它不一样。棉花油是吧？盖儿。这个水，求那个水。走了走了。隔壁，这是村长家。这是村长家是吧？这是村长家。哦，村长家应该有那个石头，那个朱砂石，而且它有他磨药的东西。没事，包括给他打的试剂什么的，你们看看有啥？先把这个水取了，这个水对，这干啥？撕掉了标签。来递给我一名。哎，村民诊断报告。哇，村长家有孩子啊？村长家有，怎么会背上小孩的虎头帽呢？他可能是做梦想要个孩子，这不会是村长小时候的吧？拍一张吧，来。又有啥？来，棉籽油，拿管儿。而且村长家里有棉花油。来，下一家。肉取一下。姜蛋儿。这个，反正这个重要，它的前项也是低的。大宝家是棉花，还有看大宝家好多，大宝家的水，来个棉花，就是搅浑然后去。对，然后家里的油。好，这是村长家。钥匙在哪里啊？这个呀。好的。还有那个菜，一会儿也拍一下。还有一个油。你们看到这个了吗？哎，就是那个格林巴里综合症，我在书上也有看到。走，去猪肉铺老板家。猪肉他已经拍好照了，直接取。孩子衣服谁家的？村长家。村长没有孩子，但是他家有孩子衣服。是，那大方向的话就是水和土壤，就从它的一个矿物质来看嘛。不单是水，我们今天上午说的，除了水和就是所有入口的东西，水、土，所有入口和接触的，猪肉、油，棉花。下一步是刘特给我们想要的资料，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先把这些东西尽可能多的收集。对，想还有哪些咱们没收集到的？哪些呀？你想要啥？山上的土啊。那我上去拿吧。给你们10分钟。好的，马上。好，10分钟啊。10分钟以后是吗？对，快，赶紧。然后我们去取水吧，就是取水源附近的土壤。上后山。好了，时间到，大家集中一下。好，大家注意了啊！经过90分钟的大家去现场去搜索，接下来就这样一个环节，就是每个队轮流着给我和周老师说，你们收集到什么样一个证据，需要做什么事儿。我们有的满足你们要求的，我们就会提供给你们；没有的，就是这个结果是阴性或者是正常。好，你们要材料之前，你们把你们的这个取样的这个无针带和你们拍的照片给我们展示一下。好的，我们就轮着来。好。只能要一个吗？现在？对，一个个要。那就是我们先去的后山，然后要那个发现的红色的。对，还有个红色的绳子，想要它的 DNA。照片我们来看一看。正常的。正常的。阴性 ，OK。先搞那个石头呗。就是后山发现红色石头，它的成分。我觉得应该跳重点说，应该先说那个红色石头了。红色石头其实不是毒，哎，那你可以说红色石头。红色石头查什么？有毒的微量元素。哪一种是可能性比较大的？我查汞。汞。这个是有用有效的就啊，好的，有的我们打印出来，我们都给你们。同样的，我们需要再要吗？可以。我们也有红色的土壤，我们刚刚是没拿。你可以要啊。我们是以为要按先后的顺序给你们。不要紧，只要有照片就视为。我们现在有照片。你还可以机会要。哎呦，好急呀！哎呦，至于那么急吗？淡定点。
我们只是比你们优秀一点点而已。没事儿，我们淡定。我们也有了，没事没事。啊？给。拱。咱就想他这个拱，怎么能影响到全村？啊？但是拱的话，它会引起肌肉这些衰变吗？而且近几年，总感觉四肢发软，浑身没劲儿。去医院查了一下，医生说是血钾低。群体开放性的拱中毒现实吗？你们这一组还要什么？老板娘家猪肉里面的毒物分析呗。猪肉的毒物，比如汞，取肉的照片找一找。这就是取肉的照片。拱到你们这么厉害吗？是吧？哇，猪肉真的有毒成分。汞中毒它也很符合村民们一个发热发烧的一个体现，我们就会以这个延伸到其他的一个政务方向。结果不是。先别着急，不要着急。没有。哇，没。结果没有。不是结果没有，是阴性啊。查了，我们又排出来一个。直接温水吧，温水。按智慧泉的井水的成分，正常规的毒物或和一些特别的金属离子。你们要查它的离子成分。对。因为水就是群体性中毒事件最先要研究的东西，全村人都靠它生活呢。告诉你们，水样里面现在是阴性。哦，就是没有问到水，没有问到水。那你想想，这还是有可能是什么样造成的？如果不是水里面是肯定有东西的，但是我没有说出来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才没给我，所以我在找水里面可能是什么。这3家没发现什么？水油就是那些生活用品都是一样的。还有棉籽油，就是棉籽油、棉花各种油，就每个人家的油。猪食吧？哪个猪食？猪食呢？你不是取猪食了吗？在哪？猪食和猪饲料。一种是剩菜剩饭，干水，一种是这个饲料。查什么呀？也是查里面的这个常见毒物和汞。常见毒物和汞。是阴性的。我们查那个棉花的茶籽油，棉花对应的还有棉花籽油，各家都有的油。是查哪一家的还是两？棉花是大宝家的，然后棉籽油是村长家的。查什么呀？这个里面有没有金属物或者毒物？细菌有没有可能？微生物。那我们就对比查呗。我们要对比找到至关重要的。对，我们可以看这个棉花油和其他的玉米油之间的区别。有，真的有？我有，但是没有异常。我死了。你看，其实他们都是没有异常。老师，刚才他们要的是村长家的油是吧？对。那我们就有几个，我们就说哪几个嘛。对。3种肉店老板家的油，村长家的棉籽油，然后还有翠花家的没有标签的油。查什么？毒物、重金属，有没有指向性毒物？汞。好。上面有的汞报告和这个毒物报告都做了，但是都是阴性的。好，那我们结束。好。那你补充一下，我们刚才水要的是氯化钡。我看一下氯化钡。因为只有氯化钡跟硝酸钡容易水，但我觉得硝酸钡是有味道。翻了那个刘头写的那个法医毒理学的那本书，就是像低钾血症，然后低烧、全身无力，这个症状是很符合氯化钡的那个中毒的一个表现的。但如果我们刚才要钡的话，它不应该。钡是金属钡。去问吧。钡是金属钡，无毒。老师，我们这边要报告，就是刚才那个。刚才我们泉水不是没有问到吗？然后我想做个补充，我们想要的是氯化钡的报告。井水里面吧？井水。有，正常。
你看看里面还有啥？那就井水吧。对，井水查，那就查汞吧。就是它的离子成分。其他的油也查。矿物成分吧，这叫。矿物成分。对。正常的。正常啊。这个是土壤的取样，这是照片啊。土壤是哪里取的呀？一个是后山的土，一个是后山的土壤，一个是井水旁边的土壤。土壤的样本2个，视作阴性。好。莲花，它的毒药物和金属元素，金属元素是没有，是阴性的。好。哎呀。这样的案子之前也看过类似的，就觉得应该不会是这种大家生活中都会普遍使用的、接触到的东西给大家带来影响。但是我们把村民有共性的水、油、土壤都查了，全都是阴性或者正常，就有点迷茫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呢？如果是有人有意为之的呢？对，那就是村长家的那瓶药，但是我们对它的成分怎么推呢？到底用什么成分呢？是我们方向不太对。方向不对，但是病找到了，汞病。还有药的吗？你们这一组？村长家有一瓶放在那个他所有药前面的，没有标签的透明的药。对，这个我们也取了。咱们取了。这个做了，没有异常发现。村长家的中药包里的成分。村长家中药包里面没有有毒的成分。中药包里没有。村长家有一个生理盐水药瓶，有，是阴性的。好难呀！那到底是什么？绝望。我觉得我有很多也没有要到的，就是还没有说的。那你就还赶紧说。那你按照这个说呀。还没到我们。肉店老板家儿童药品的毒药物和重金属。猪肉店老板家酒罐里面的酒。红布 DNA， 还有那个鞋子 DNA。村长家的这种青菜。婴幼儿衣物的 DNA。还有一个账单。厨房那个大棚。金属背或者是卡在阴性的，没发现，没有什么异常。有报告，没什么特殊的。那种头疼 ，why？ 我死了。然后就没了，没了。今天的环境属于一个我们不能借助任何的先进设备，几本法医学相关的书籍，这些信息量并不明确有哪些东西，有哪些毒物成分会导致类似的症状和疾病。所有的金属的毒物啊，然后一些常见的毒药物，还有一些微生物都要了，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去问了，就觉得好像已经把所有能问到的都问了，就是从满心期待到就是满心绝望。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到底是我们之前，这些东西的方向都不对，还是说我们之前问你，就是说我们要查它某个东西，我们查错了？从理论上来说，现在这样做了，方向上也都没问题。给大家一条线索，你们捞的是捞到里面东西去了，但是就如在医院里看病一样的，脑袋里面痛，是给他拍片子呢，还是给他做磁共振？拍片是拍骨头的，磁共振是做软组织的。如果用错了手段，搞错了方向，这个事情划过去了。所以你们好好商量商量，然后呢，讲讲你们的这个最后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所有的这个信息来了以后，都遭到否决了。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一种，好像是一个不好的结局，一种不理想的结局。但是实际上，我当时觉得。这就是当年的一个状态，那可能无数次失败才出现的一个结局，所以其实我当时还是非常我还是很开心的，他们至少能够在这个搜索线中把这个线索没放走，还在里面。那我刚才说的检测方式3个毒物、金属和微生物的都没有。除此之外的，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中毒了。
我跟你们讲，我觉得肯定还是水的问题。不是，我觉得肯定还是就是说全村人的一个什么共性，就是大家都接触到了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踩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问到点上，所以他们没给我们。他们每个人都是棉花，然后每个人都喝水，然后每个人都吃猪肉。你看，我们看一下，你看，我感觉用棉籽油做菜，不多放点油，饭菜就太寡淡了，就一直吃到这么现在。我觉得是我们那么多里面唯一共同点就是油。水、油和水。你看，我们刚刚在想的是汞中毒，慢性汞中毒是个人病例的原因，还是统一不孕不育病例的原因？一定是一个频繁接触。若有氯质汞存在，将使空气中含有汞蒸气。我觉得很大概率就是空气。然后呢，我们怎么查呢？那空气质量检测呀。你们想想入口的东西吧，我真的觉得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想一下，水油石头，我们的那这个方向往哪边跑啊？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好，我们刚刚说了，你们其实方向都是对的，这一条线索都在你们掌握之中。但是怎么把它分离出来？我们想这样子，我们给2轮机会。第一轮，请你们每个组上来表达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讲完了以后，我会把我们手里的所有的化验资料全部给你们，然后你们再来一次总结。哪一个组先上来？你们先上，我们不上。我要看你这样。实力2步，下去跟小郭，赢的后上。3、2、1。好吧。漂亮。你优先。好。我就按照我们的勘察顺序来说明我们的方向。我们先去的是后山，我们在那边采的就是红绳、红色的石头，石头附近的土壤的一些相关信息。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干扰项的可能性更大。然后我们第2个去的地方是智慧泉的附近，我们在那边采的是井水里面的水。然后还有水旁边土壤里面的一些可能的成分，我们觉得这块的嫌疑是会比较大的。然后是这个3个村民的家中的一些情况，3个村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种棉花的，然后都在家里面又有用油，然后也觉得这个毒可能的来源就是跟这些日常他们会用的东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觉得最可能的成分是油、水。还有棉花，有水棉花，也是排序。水第一个是水。水。对。我的思维就是水是群体性中毒最重要的东西，是必须放在第1位，一定要认真检查的。有没有补充的？我觉得那个有的是知觉更正确没准。对，你说你就根据你的。我觉得是有是吧？你们说。我们觉得是水优先，水、空气、油。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你讲吧。好。朱立坛有什么意见？对，
从上，水、空气、油。好，资料给你们，2分钟，再重新来一次汇报。好。这是没有的，水这突然没有了。好，水没问题。这什么东西？是啥？棉分是什么？食用油里面有棉分，都有棉分。那个棉分呢？另一个棉分呢？这里，一个是精致的，一个是粗制的，所以粗制石油是超标了的。对，它的是200，这个是正常的。那就是那个棉，只有那个棉。就是棉的问题，棉花的问题。就是食用油里面。就是棉花的问题啊，因为所有人都种棉花呀。那是油的问题。油里面有棉分。对呀。可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棉分是啥玩意儿。啊，我还是不知道这个棉分是什么啊！我也不知道棉分是什么。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我也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制作工艺不好，然后里面的成分没有完全排掉。哦，所以油里面的棉分既不属于毒物，也不属于微生物，也不是金属物。那所以是他们榨油没有榨好吗？我头好痛。粗制棉籽、精制棉籽。啊，这食用油确实有问题啊，棉分含的多啊。那他们答对了，他们是油优先啊。那你确实想不到啊，那有啥办法呀？哎，不对吧？那不应该是空气吗？哪个空气？我感觉是空气，不是油。你把这个做成衣服，你天天穿着，天天洗，穿着就洗，成天洗。你可真的。我说的不是这个道理吗？好，时间到了，再讲一讲你们最终的结论。那就直接把。我们觉得有问题的，就是相关联的有3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是一个粗制的棉籽油的报告，它里面的棉分的含量，是354毫克每千克。然后按照规定，棉籽油里面的游离棉分的含量不应该超过200毫克每千克。然后精制的棉籽油的成分是45毫克每千克。一些市场上能买到的油里面的。是没有检测到棉分这个成分，所以就是大部分村民家里面用的都是粗制棉籽油，这个棉籽油里面棉分的成分过高了，所以会让他们集体中毒。然后翠花家里是有城里的有的，所以翠花是可以怀孕的。好，先就坐，你们这边。你说吧，我听你。别搞，快吧！那就以你这来吧。一起上，子彤讲吧，讲了以后再他们补充。我的想法是，是从这个油发现它这个棉分的含量确实是超标了。精致的呢，根据这个粗制的这个报告，觉得这个精致的是没有超标的。而且这个棉分如果存在的话，是在它制成油的时候存在棉分，还是说它在作物的时候，还不是精加工的产物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含有棉分？是不是可以挥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这儿都会大量的生产，大量的去使用，包括它的穿着，它可能会用这样的棉花，然后他们的吃也会用这样的油。我觉得它如果是可以挥发到空气中，他们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然后这样的不但从口，也可以从呼吸的这个层面去吸收这种毒物。就觉得如果是吃油能导致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大家就是炒菜啊、做饭吃油的量都会不一样。觉得就不会能有这么如此普遍的情况，是每一家都不会怀孕。对，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我支持他的一个点还是翠花之所以能怀孕，也是因为她去城里面工作的原因。她回来吃的少。对。还有别的东西？没了。好吧，你们先回味。现在是给真相，请这个小齐揭示真相。好，各位为大家来公布一下不孕不育之谜的真相。20年前，村里因为种植棉花，引进了一批榨油机。自此，村子家家户户都用榨油机压榨棉花籽得到棉籽油来炒菜。
村里人不知，榨油机纯压榨的粗制棉籽油是不可以直接食用的。棉籽油中毒也会引发疲劳乏力、无汗少汗、皮肤瘙痒如针刺、女性月经失调、闭经、男性发生不育症等，因此引发了群体性的不孕不育症。大宝一家因为妻子翠花早年进城务工，在大户人家做保姆，每次休假回村的时候，好心的雇主会送给翠花一些家常的日用品，包括食用油。因此呢，大宝翠花家虽然也吃粗制的棉籽油，但因为翠花家时常从城里带来健康的好油回来，两种油交替吃，且在吃健康油更多的情况下，对大宝的身体影响远远低于其他吃粗制棉籽油的村民，所以对大宝与翠花的怀孕并未产生过大影响。以上就是真相。这个刚才把真相说了，其实这个案件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案件。我们国家的顶级的大牌教授去了一堆人为这个事儿，收了很多情报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不知道这有人死掉了。我们病理家园室的做法医的一个叫黄光照的老师，也是我的导师，也是他的导师，说把这个案子给他去看一看。那么法医首先提出来，这个里面可能是中毒，所以今天你们的第一轮考试都是非常棒的。这个事情从开始到揭穿整个这个谜底，花了整整20年。产棉花的区域大量的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时间怎么过来的？20年怎么过来的呢？所以就靠着法医联合一批人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因为这个棉籽油吃下去以后，这个人的汗腺会遭到迫害，他不出汗，所以出现热、烧这样一些症状。那用什么样的动物来模拟这个出汗的这个情况呢？一直在到处找，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模型建立起来了，然后慢慢复制。就觉得法医的前人真的都很伟大，已有的基础真的非常少，然后每一个实验、每一个数据都是他们就是那么多年努力才写下来的，这种就是坚持不懈、永不气馁的精神吧，让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们用那么多年的时间，那么多组的实验，只为证明一个临床真相，我觉得都是很震撼我的。那现在要给大家看一看他们当年做的这些标本。哇，标本。这个事件呢，波及到应该是12个省市，所以呢，全国是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召集了全国顶级的8名教授到江西南昌去会诊。其实我们才开始啊，不说你们没猜对，我们的顶级教授也没有分析对，但知道是中毒，跟你们一样也是中毒，它的病理表现和另外一个毒，你们说汞中毒，病理很像，所以才开始方向也是朝汞中毒上找，然后找了以后，最后才找到这个棉分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这是粗制棉油，像石蜡、像猪油一样的。这一个呢，精制棉油，它的棉分低一点啊。才开始拿精制棉油做不行，粗制棉油更重。所以说，有的村庄同时吃棉油，有的村庄可以生孩子，有的村庄它不生孩子，就是跟棉油的处理不同。精制棉油呢，精制要稍微多一点。我们可以看，先看看用鸡下的蛋啊，这是鸡没吃棉籽油的啊，对照组。啊，很小，哎，很小，小了一大圈，就和鹌鹑蛋一样。对，这个是没有吃棉油下的蛋，就正常的鸡下的蛋，这个吃棉籽油的下的蛋。哇塞，真的是。这是一个吃了这个棉籽油的，这是鸡的卵巢，这边是对照组的，你看它完全萎缩了。哦，完全萎缩了。这边它就没有了，
就不排卵了。对，不排月经失调了。哎，你看这是公鸡，这个鸡冠大的，正常的是对照组的，鸡冠小的，它雄性特征也失去了。哇！然后呢，用大鼠做实验，你看它中毒组的睾丸很小，这是吃了那个棉籽油的老鼠，对，这是没吃的，没吃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老板家看到他的精子检查结果报告就不好，不好，他对男性的生殖系统打击更大，80%到90%，女的可能只有60%会受打击。我们可以看到棉酚对生殖系统有打击，另外还有一个烧热病，还有低钾软病。最终这个成果是我们学校集全校之力，从66年开始做，一直做了82年，最后85年获得第1届全国的科技成果2等奖。我们黄老师也是其中的排名比较前的，所以要向他们致敬。他的文章。他的这个报告到时候发给你们看一看，非常不容易。我们最近如果有空的话，我们会带大家去，在我们的机构旁边不远的地方7、8公里，他的这个老人家的那个坟墓还在那儿，我们可能要去祭拜他们一样。好，因为今天这个考核呢，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在大量的这个空气、水、土壤这里面，包括食物，所以它的这个搜索的范围是非常庞大的。像我们今天如果不给你一个线路图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怎么找哪去找，每家去搜所以可想而知，当年这个工作很难。无论怎么样，今天这个范围也是够大的了。各种这种干扰项在里面，所以在你们今天在搜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放过侦查这个嫌疑线索，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你们收到这个毒物化验这个结果，就是及格线。第二，如果你们拿着棉酚的报告以后，在上面排来排去之后，把棉酚做成一个首选，就是一个良好的情况。当然。如果你们还能够提供一个保护我们未来的这些人，提出来，这个棉油一定要用精致的这种方式去做榨取，或者减少棉籽油的进食，防患于未来，为活着人的健康要服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跟国家、跟政府做一些建议，哪些情况要预防。所以实际上法医不是仅仅是为死人服务的，它为活着有更大的意义。好，下面就是开我打分的时候了。那么今天这表现的话呢，那一组我的印象很深，2个人都不错。居宁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氯化钡。刚才我们泉水不是没有问到嘛？然后我想做个补充，我们想要的是氯化钡的报告。为什么要查氯化钡呢？是因为他找到了这个低钾的时候有哪些毒物能够引起氯化钡。可惜的是我们书上面没有把棉酚放到里面去，因为这个很罕见。但你至少你是对着症状去找了这个毒物。我们法医上去找毒物的话，有很大的线索是来自于症状。所以我们有人用氯化钡去投毒，把刚生下的婴儿弄死了，孕妇没死，可是她的老公死掉了。然后就被临床不断的被诊断为各种病，他的临床症状就是吃了饭家里就软在地方，所以被临床的医生会诊断格林巴林综合征、家族性周期麻痹、低血钾软病，戴上帽子一把火烧掉了。
我们从骨灰里面给它查出来了。这也是黄老师做的，这黄光照做的。死了半年以后，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重新检查，找了很多骨灰来做对照组。就是这个症状，我们法医只要看症状会想到毒。所以你这个能够想到陆化贝，我觉得是要加分的这个事情。但是曹玉排在你前面，因为他确实在抓这个油这个上面，他还是坚持了他的想法。水，第一个是水。水有没有补充的？我觉得是有，有是吧？啊，所以我今天给他最高分，给刘超玉是90分，给曲玉宁是88分，排在第2位。特别开心，我们2个都获得了挺好的成绩。对，作为一个团队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你们这一组呢，在排序上面出现问题，尤其是梓潼在上面说了一些空气啊，这样土壤的问题。他们这儿都会大量的生产，大量的去使用。我觉得它如果是可以挥发到空气中，他们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不但从口，也可以从呼吸的这个层面去吸收这种毒物。其实这个话，如果是反方要证明推翻你的话，一句话就可以顶回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广大的棉区的人民该怎么办？他还是种棉花呀。对。所以呢，这个想多了。所以实际上今天很可惜是梓潼，我给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分数，排在最后一个，因为对你的期望值比较高，给了70分，也算是很厉害的了。徐志同有些基础还是要补，再一个就是鉴定思路上面一些干扰项要识别掉，他这2点可能是他将来可能要注意的问题。毒理啊、物证这块确实是不懂，但我觉得随着时间、随着案件的经历，会逐渐去补足整体的这种水平。乘10，给了你74分。你虽然在里面摇来摇摆，但是实际上他帮你证明你还是把油放在前面的。对，水优先，然后是油。水优先。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你讲吧。没有坚持的。没有，我们是一队的。像晴晴呢，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对队长的功能还是起得很厉害的，组织协调，包括他最后的结论。我戴手套准备取样啊。取到了。这个水要取一个水样。OK， 好，油可以弄一点，这应该是自己榨的。肉取一下。还是非常棒的，所以给了他76分。谢谢老师。所以整个今天来说，能够找出这个线索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我觉得都值得祝贺。就像刚刚老师您说的，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项调查。过去的前辈们，他一定经历了无数次的错误，最终才能得到一个精准、准确且宝贵的结论。我觉得要对这样的一种精神表达，敬意与支持。今天下午跟他们走了这么一遭吧，我就觉得好难，你知道吗？就是说辛苦加上难，加上你满心的就是收集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一个一个被推翻的时候，真的挺崩溃的。就是一次一次在否定自己，你们知道那个过程其实是特别痛苦的，所以我就觉得法医真的很不容易，从这么纷繁的这种现象里面去找那一个真相，这个过程是又漫长又痛苦又煎熬，还绝望，很绝望，很绝望。真用得好。就是觉得为什么就是好像离真相又很近，但是就是够不到那个东西的时候，真的很痛苦。然后我们刚刚在翻那个以前的那个资料的时候呢，就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条件又很艰苦。对，就觉得用了那么多年的情况下，就是在找那一个真相，真的觉得很辛苦，真的很不容易。
他理解我们法医了，他能够把绝望2个字说出来，那是我经常的表现。但是法医有一个好处，总是绝处逢生，就如同我这个汽车爬树一样的，无论有什么打击，但是我觉得总有在保佑我们的这一场在。所以犯罪的分子，不要挑战我们，真的，你就挑战吧。在绝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其实还是很有效的成果。但是能够得到理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其实今天我们看的标本，甚至我们每一张照片，他们那一代人半天一天就会照一张照片，作为做一个标本。做一张照片非常难，它不像现在可以用数码照相，所以因为有他们这个传承，我们才能学得这么好，所以我们才能把这种知识传承到下面一代。真的是，他们这一代真的不容易，不光是我的老师，应该整个中国的那一代法医，包括我们更早的法医创始人，都是这么一代一代的干下来的。所以我们也是应该，我们教育学生也是非常认真，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种法医精神把它传承下去。我相信我们这些新的学生能在这个培养中能达到这个目的。真的，他们那一代真的是不容易。其实今天这次考核呢，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在里面，就是一种传承。这个黄老师在我们心中是很伟大的一个人。除了这个研究这个科研中毒以外，全国的很多重大疑难案件都是他解决的，一些智能化犯罪都在他的眼中全部都挑出来了。这也说明我们原来的法医其实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并没有去让人知晓，默默无闻在那。黄教授曾经有10年是一个人在那坚守，哇，就一个人在那撑着这个法医，就没有想过放弃。他面对绝望的时候，他们能坚持的去做，我觉得心中会有一种信念，会觉得我能做出来。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太不容易，太厉害了。就是无论你受到怎样的打击、怎样的困难，都能保持一颗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问题。前人的努力让我们现在法医工作有了这么多的便利，我们也应该为后面的人创造更多的这样的资源，通过更多的科研工作，能够把我们的教科书写得更完备，这样后面的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有参考了，他们就可以走得比我们更远。我和师兄，我们留下这几个字给我们的学员，然后也缅怀我们的法医前辈，包括我们的导师啊，是一个不忘初心，永不气馁，致敬我们的恩师和我们的法医前辈们。谢谢，谢谢两位老师。
黄老师你好，今天正好呢，芒果拍了这个初入职场的我们，然后带着我们这个5个实习生来祭拜你。他们也知道了老一辈的这个法医的这么艰苦的状态下做的这些贡献，所以一个是感恩，再一个是我们想继续发扬你的这种刻苦、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这样一个状态，把我们的法医事业做得更好。黄老师，你好。首先呢是感谢你们，第二个呢，我希望这个学员也能传承你一生的高尚的品德美德，为法医专业继续做奉献。来，一鞠躬。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触摸回忆，触摸纹理。用指尖还原轨迹，能否穿越严寒，将一切温度重启？每段人生，每次相遇，见证过爱恨奇迹，定格那个解开围巾的谜底。但是光这个以后这个先后啊，参加的人就几百个人，所以我是这个中间的一分子。咱们这个职业是守护死者尊严的最后一道关卡，我们是神圣的，是值得尊重的。坚持正义，敢于担当精神。做法医的都是有理想的，就是我要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坚持、坚守、坚信，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法医人。我宣誓，我宣誓。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个啥地儿啊？发现一具被焚烧的无名尸体。我好害怕。这里有血，烟头吧，下面还有东西，不明黄色液体，火机。因为放在眼里的话，周围很大。快跑，快跑，快跑！出发，要得快一点，做自己的处置。走走走，快点！哎，前面有什么东西？监控表。驾校里面有一辆车，上面有血渍，这有血渍。这里也有，真的是每次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就有可能是被车撞的，它很有可能是一个死后焚尸的一个情况。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刑侦的专家来了，我们有请辛瑞鹏警官现在带着你们去做复勘。这是血迹吧？是。然后这个管子上有血迹。这里这么多。到这里，他们发现人还活着，就会心生歹念。我们现在是要启动一个终极考核了。
在死因方面上面，我们3个人是有这个分歧的。我觉得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有2个。这个案子呢是个真实的案件，这个奶奶的儿子提供了一封信。好开心啊！公开好物了，对吗？是的，是的。你们谁？哇，这个太棒了！以后出差可以叫我当助理吗？那也是不用。今天呢，在这儿做了一个公益活动，叫做司法鉴定走进乡村。司法鉴定走进乡村。弘扬法，弘扬，你还给人整个2声部是吧？和声，哥们儿来，重新来一遍啊！咱1人1句啊，再来一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司法鉴定进乡村公益活动，弘扬法治文化，建设平安社会。我们正在开展那种义诊活动，然后是公益的。我们在举办一个司法鉴定进乡村的一个公益活动。路过，不要错过。司法鉴定进乡村。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是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手机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YY 直播、智行、Zake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看见月的另一面，奔跑在每个无形的夜里，始终期待着黎明，经历着每次分离，只为与你更靠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场戏。我会告诉我自己，欢笑泪水都是生命的勇气。心之所往，就是坚持的意义。心脏跳动，复杂音节，爱也许是门科学，唯独人的喜怒哀乐没有最优解。时光度量灵魂重量，生命短暂，回忆漫长，如何直面内心还你自由模样？每张平凡面容，超越时空，在心中汹涌。奔跑在每个无形的夜里，始终期待着黎明，经历着每次分离，只为与你更靠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心中微光会点燃温暖晨曦。我觉得我想做一名合格的法医，技术要求过硬，从业的这种价值观也要非常正才行。很多时候你能体会到他们的感情，但是你不能被他们的感情所左右你的判断。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有底线、有原则的法医。我以后会想做一个比较全面一点的法医。我想成为一个全能有爱的法医。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屈艺蕾、陈实、刘朝玉、徐子彤。晨曦